陛下圣安。免了。奸恶毒妇之礼，朕受不起。我大汉后宫竟出巫蛊祸乱，今日朕就要拨乱反正，除奸惩恶。太史令，臣在。你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，千秋功过，不得含糊。你们就秉持公正，给朕好好记下今日殿中一事一物、一言一行，以存后世，以儆效尤。诺。好，陛下也不召开廷议，就想枉加罪名于功臣身上吗？我倒想看看当今天子如何对待他的亲姑母，又是如何对待有功之臣。太史令，你可要将这些一字不漏地给我记下。想不到姑母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，朕倒想听听你口中的是何道理。有功者自有道理。天在看，史鉴在存，只怕你口中的功抵不过你犯下的罪。我功盖9天，何罪不能容？想起先帝在位，上有太子，下有兄弟10数人，若非我运筹帷幄，排除障碍，当今天子又怎能登上帝位？第一功，继承大统，辅主登位。记。好一个辅主登位，可惜有功亦有过。正因窦太主持功跋扈，动辄扰乱宫事，目无君上。第一过，居功压主，视为不忠。给朕记。陛下16岁登基，亲王中多有虎视眈眈、觊觎帝位者，全仗我这个姑母联系亲族，力压诸王，才有陛下的今天。第二功，匡扶幼主，安定社稷。给我记！陛下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双目不灵，待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，替其分忧。第三功，东宫扶正，为母分忧。记！太皇太后贤德公正，为保你这个女儿，却多次无奈地为你掩饰恶行。瑞吉身死，卫青被抓，都跟你脱不了关系，更别说你在外巧取豪夺，在内干预朝政。太皇太后甘父骂名，都一一亲情宽容。第二过，上母亲御，视为不孝。记！你筹谋毒计，与皇后同谋，为争宠残害嫔妃，又推罪于他人。第三过，害人谋私，不仁不义。记！为姬邀妹，恃宠生骄，我的所作，我的所为，全是为了敬君侧，保后宫之安宁。你保的是你自己的安宁，以巫蛊害人，在朕的饮食中下药，事到如今还能振振有词。母亲，段宏，那巫蛊案到底实情如何？你说。刚才窦太主句句铿锵，功比天高，臣只怕直言会被诬议论功臣。朕今日叫史官到齐，就是要真相大白。刚才有人恃功犯言，你又何惧直奏佞臣？那臣只有直言无惧。窦太主与皇后指使巫女楚服以蛊毒加害魏夫人，令她神志失控。臣斗胆问一句，窦太主，良知何在？可有想过3位公主会因母亲病发而受伤害？那就是谋害皇毅的大罪。当日皇上就曾被魏夫人病发失控所伤，那就是谋害天子，大逆不道的死罪。
这些全是楚服与仆婢的供词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被窦太主及皇后权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罪证确凿。窦太主是否要臣一一在殿上朗读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你的罪过仅荆楚之主，犹不能恕，还敢自诩有功，你是功不抵过。太师令，记！这一字不漏地记于石鉴之上。好一句功不抵过！就凭陛下所言，我毕竟还是有功的，那就请陛下把我所有的功算到皇后身上，过我一个人当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皇后心性单纯，是我这个母亲逼我女儿做出种种犯言逆上之事。母亲，臣甘心伏法，请陛下饶恕皇后死罪啊！母亲，是母亲不好，连累了你，强要你争气争宠，才落到今天如此地步。不是的，你就让母亲为你做最后一件事。陛下，恳请陛下赦免皇后死罪。就算皇后在汤水中下了点药，也只是想留住陛下在身边，对陛下情深一片，绝对没有丝毫谋害之意呀！请陛下念在跟皇后多年夫妻情分之上，别跟朕提情分。夫妻若有情，何以不知铁面君心？夫妻若有情，何以却以阴谋相待？陛下，不是的，你母女二人为祸后宫，罪无可赦，该杀！陛下是一国之君，君要沉默，何其容易！只是没料到，你对皇后竟如此绝情啊！绝情！丧心病狂，加害他人，可有动过恻隐之情？看见他人受苦，只怕还欢颜对饮，庆贺奸谋得逞。你俩也自绝于情这个字。如今死到临头，还跟朕说情，荒唐！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！陛下，娇儿所作所为，只为留住君心，只为跟陛下长相厮守，天日可见啊！求陛下收回成命，求陛下收回成命啊！陛下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错了，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就算你不念娇儿一片痴心，也得顾及太皇太后的心意吧。娇儿一直都是太皇太后的心头肉啊！你竟然用已故的祖母来压朕！臣不敢，只是想，陛下不是一向主张尊崇儒道吗？孔夫子有云：“视死如视生，孝之至也。”太皇太后若还在生，见到儿孙相残，帝后反目，她会有多么伤心？饶娇儿死罪，就是为太皇太后尽孝。求陛下存仁孝，以为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啊！想不到你厚颜无耻道，搬出骨肉亲情来求活命，放任奸邪者作恶，何以存仁？由着后宫不宁，何以道孝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臣妾自知罪大，不奢望陛下饶恕。但有一事，还求陛下成全。
什么事？求陛下让臣妾临死之前见魏夫人一面。陛下当初一句“有你就够”，欺骗了臣妾。陛下认为夫妻若有情，不会以奸谋相待。可是陛下正谋算了臣妾。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陛下说的是，可臣妾谋陛下，为的是陛下的情，以真情相待；陛下谋臣妾，却为的是他人的情，以虚情相骗。敢问陛下，两者之间是谁负了谁？求陛下不念公，不念情，也念当初许我金屋藏娇的承诺，让我见魏夫人一面。皇后万福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听别人称我皇后了。你觉得我罪有应得是吧？也许真的是。我落得如此下场，你还恨我吗？其实臣妾对皇后从没有恨，只是不能不怨。臣妾自入宫以来，一直谦卑礼敬，不争不斗，却仍遭受巫蛊之害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让3个孩子失去母亲。臣妾只怨皇后愤恨太重，遮盖了本性。其实，你我之间的怨恨，不再愤恨太重，而是爱得太深。我怎能容忍要得到夫君的宠爱，就要先善待他的宠妃？我自小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。这种无奈，你又怎能理解？一切皆已成空，想不到，身为后宫之首，大汉皇后，居然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。如今我别无他求，只想知道一件事。祖母临终前曾说，留了一道救命符给我，我想知道，这救命符是不是你？是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向你取来一用，不过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母亲。求魏夫人救我母亲，免她一死。我陈娇这一生，除了皇上，还有皇祖母，不曾求过其他人。但今日为救母亲，我愿向魏夫人长跪不起。
从小母亲对我娇惯疼爱，嫁给皇上后，我眼里只有皇上，心里只想着如何讨皇上欢心，连身边的母亲都不曾关心在乎。直到今天，在殿堂前，我母亲为我求情，那佝偻的背影，那颤颤巍巍的步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威风凛凛的窦太主，不过是为女儿操尽了心的老妇。母亲养我、助我，为我争名争宠，我却从未记挂她的深恩。相反，母亲却为了让我逃脱死罪，自揽罪责，归附待定，一心求死。你也为人母亲，为人儿女，应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求你，让我在临死之前，这一份孝心，用你这救命符，免我母亲一死。求为夫人成全。万万不可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休想让朕开恩赦免！陛下，一个是陛下姑母，一个是陛下的正妻啊。姑母，正妻。觉得怎样？陛下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？是动怒所致吗？还是病了？要不要传御医？手颤不是因为动怒，也不是因为生病，只是到了朕又该喝那紫金汤的时候了。他们对你施以蛊毒，是要取你性命；他们给朕灌迷汤，是要夺朕心智，要朕非得去见皇后，喝那紫金汤不可。陛下，这如今怎么能治啊？太医令说，还要一段时间，才能把这心瘾根除掉。陛下，这些朕都不能对他人说。子父，朕好气，想起你所受的苦，想到自己被蒙在鼓里，天天被皇后所摆布，朕就更气。口口声声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他的心竟然如此歹毒。都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未能察觉陛下之苦，求陛下恕罪。你这罪，恕之何难？可他们却是罪无可恕。子父，你知道林中最可怕的野兽是什么？应该是猛虎吧？猛虎吃人。以前先帝问朕的时候，朕也是这么回答。可先帝却摇头告诉朕，最可怕的是毒蛇吐信。吐信小蛇比吃人猛虎更可怕。因为毒蛇阴质，防不胜防。你若看它柔弱便善心对它，它却会转过头来反咬你一口，吐出的毒汁足以置人于死地。所以一旦抓住它，绝不能轻放。臣妾明白，陛下深受其害，知道不该再多说什么。可是陛下既然提起先帝，倒让臣妾想起以前在乡间听到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陛下先祖父的。话说薄太后生病之时，孝文皇帝3年间，亲身侍奉清肠汤药，无一日安眠。先祖仁孝，感天动地，所以我朝素来以孝治国。皇后跪求臣妾，并非为自己求情，而是为母亲求生。臣妾深受感动。臣妾代为求情，不关乎对与错、罪与罚，
说的只是一个孝字。陛下承先祖美德，对太皇太后一直尊重恭顺，太皇太后也疼惜陛下，陛下与太皇太后祖孙情深，可知太皇太后临终之前，将遗愿托付给臣妾。什么遗愿？若有朝一日皇后招致杀祸，愿臣妾可以尽力保她一命。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她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她一命。太皇太后担忧皇后闯祸，却辗转托付于我，而不直接要求陛下发一道护身符。陛下可知其中玄机？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皇后若出事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她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太皇太后早料到皇后对你不肯罢休，终必惹祸，朕也必定不饶。普天之下，愿意不计前嫌救皇后的，唯子夫你。既然陛下已经了然，何不让臣妾信守承诺，圆太皇太后遗愿？陛下，大汉崇孝，因孝存则家和，家和而国兴。皇室乃天下万家的典范，求陛下为百姓做表率，赦免皇后与窦太主的死罪。圣旨到！大长公主刘嫖违长不道，挑唆是非，扰乱后宫，违念其功，着令其于唐邑侯府静思己过，永不得踏入皇宫。皇后陈氏失许无德，挟妇人媚道，惑于巫祝，不可以承天命，着令上其喜寿，罢其后位，退居长门宫，违感其孝，特与待遇如昔，以示皇恩。谢陛下圣恩。
的女儿生来富贵，一步步登上后位，却是一场梦。而那座檐牙耸峙、藏风聚气的长门园，我亲手献给皇上的礼物，何曾想到，却变成了关进我女儿的牢笼。能保住母亲性命，已属万幸。如今，连我也可以免于死罪，那更是恩赐。别无他求。只是今后一个关在宫外进不来，一个锁在宫内出不去，恐怕往后我们再难相见了。进宫高墙，远离尘嚣，且行且思，唯念母意。